为了给永宁侯府积福，我被侯夫人收养。后来母亲有孕，生下真正的嫡女明珠，人人都等着看我这个养女被扫地出门。可明珠从小到大只唤我姐姐。姐姐，等我跳完惊鸿舞，太后若赏了点心，我分你一半。明珠姑娘，你头上的紫玉珠钗有些歪了，随先生去一旁偏殿理一理吧，很快便轮到你上场了。上一世，他就是这样带走明珠的。侯爷、夫人，此信便是证据。芝堂姑娘雇人骗走明珠姑娘。不许碰她，你会把她藏起来。那是永宁侯府的沈芝堂吧？19岁的大姑娘了，怎么在宫里这般失礼？到底是外头抱来的养女，上不得台面。柳先生好心好意，他发什么疯？他不是嫉妒真千金，要在太后面前露脸，故意坏明珠姑娘的吉时吧？侯爷、夫人，我也是为了教坊规矩，怕明珠姑娘御前失仪。若芝堂姑娘如此厌恶我，我这做先生的向她赔个不是便罢，只求别耽误正事。爹娘，不要让他单独带走明珠，求求你们！既然是整装，就在此处整。侯爷，可此处人多眼杂，那便让宫壁多点几盏灯，搬几面屏风来围上。今日在此，我沈承安的2个女儿，谁也不许单独离开半步。柳先生，还请体谅。芝堂这孩子今日兴许是演着了，但我们侯府的规矩，姐妹同心。既然她害怕，那明珠便留在这里。自然是姑娘们安心最重要。寒烟思虑不周了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怕柳先生？我怕。那我也怕。姐姐听，灵在，我便在。姐姐别怕。永宁侯府献舞的姑娘该往正殿外的长廊候场了，可千万别误了时辰。你们2个跟着。是。只要熬过献舞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怎么回事？来人，护驾！明珠，姐姐。明，姐姐，明珠，小姐呢？十二小姐呢？明珠，明珠呢？我的明珠去哪儿了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2个大活人跟在身后，怎么会把小姐弄丢了？侯爷恕罪，方才灯一灭，屏风倒了，宫娥又乱跑，直接把小人挤开了。小人真的什么都没看清啊！怎么好端端的人就不见了？是不是受了惊，自己跑散，躲到假山后头去了？侯爷、夫人，太后寿宴在正殿，万万不可声张。若冲撞圣驾，谁也担待不起。依奴婢看，兴许明珠姑娘只是迷了路，奴婢这就加派人手悄悄找。不能等，立刻封死长廊所有的门，查宫里的戏服巷，去查！
是柳寒烟，他要把明珠从后门送走，要毁了她一辈子。芝堂姑娘，你为何要这般凭空污人清白？方才灯灭之时，我一直在此处安抚受惊的女学生，一步都不曾离开。这周围许多人都能为我作证。侯爷，柳先生刚才确实就在我身旁，还扶了我一把。沈大小姐这话太荒谬了，柳先生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可能这么快把人劫走？再说，您从偏殿起就无故阻挠柳先生，似乎从心底里就不喜欢他吧？侯爷，我虽是教坊出身，却也是清白清高之人。芝堂姑娘若因我平日在女学中严厉些，记恨在心也就罢了，可如今明珠姑娘走失，她却第一个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实在不知，芝堂姑娘这般处心积虑地阻拦明珠姑娘去献舞，究竟是何居心？我就说吧，这养女的心思就是毒，怕不是她故意弄丢了妹妹，好把罪名推给女尸。方才她就死活拦着明珠姑娘不让走，只怕早就恨毒了这个抢她风头的真千金。养女终究不是亲生的，谁知道是不是嫉妒真千金？娘，我没有嫉妒明珠，我没有害她。娘知道，芝堂也是娘亲眼看着长大的女儿，娘信你，别听他们胡说，我的芝堂绝不是那种人。都给我住口！谁再敢拿我沈家女儿的身世说事，本侯撕了他的嘴！芝堂，看着爹的眼睛，你说柳寒烟有问题，那你刚才有什么发现吗？梨花香，那人身上有柳寒烟常用的梨花香，还混着一股新刷漆的木香味儿，还有铃铛。明珠的金铃声是往绸廊右侧去的。凤凰香，他们把明珠藏在了凤凰戏服箱里，快去右侧的戏服库。侯爷不可，戏服库乃是宫宴重地，里头放着御赐的物件，外人怎能随意擅闯？滚开！我女儿如今下落不明，你同本侯谈规矩，你再敢拦半步，本侯当你与贼人同谋，直接擒拿在此。明珠的铃铛，明珠在那里，箱子里。明珠在那里，箱子里。不知死活的狗奴才，拿下那个贼奴！哎呦，好汉饶命，侯爷饶命啊！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姐姐，好黑，我好怕。不怕了，不怕了，姐姐在，姐姐找到你了。说，是谁给你的雄心豹子胆，敢在太后寿宴上劫持我永宁侯府的嫡女？侯爷饶命，小的是冤枉的。冤枉？人从箱子里搜出来，锁是你推着往后门走的，你还敢喊冤？小的一介宫中管事，哪里敢劫持贵女？是有人给了小的重金，指使小的这么干的呀！竟是有人买通了宫中管事，这心肠也太毒了。若真被运出去，沈二小姐这一生都毁了。谁给的重金？说出名字，本侯还能留你一口气。柳先生，戏还没看完，你这是急着去哪儿啊？芝堂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明珠姑娘能平安找回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只是我实在受不得惊吓，身子有些不适罢了。是受不得惊吓，还是怕事情败露，急着去销毁证据？侯爷明鉴，这贼奴分明是无乱攀要，
我一介教坊女师，怎会有权势指使宫中管事？是啊，沈姑娘，抓到了贼人便好，何苦死咬着柳先生不放？捉贼拿赃，沈姑娘莫要仗着侯府势大，就随意遮入我们女士。捉贼拿赃是吧？好，赵全，你这等贪财如命的狗奴才，收了赃钱，定会随身带着。若不交出来，今夜便是你的死期。你小的全都交出来！搜他的内经，连鞋袜都不要放过。酉时3刻，长廊灭灯，将人装入凤凰箱，运至西角荒院。事成之后，另有重赏。不仅如此，这信纸上还残留着柳先生身上独有的梨花熏香气味。诸位夫人小姐，请看这字条的落款，是不是盖着一枚小小的红梅丝印？这可是柳先生平日里批改功课最爱用的印章。柳寒烟，你为人师标，却包藏祸心，今日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何事在此喧哗？并非臣有意惊扰太后寿宴，实乃有歹人胆大包天，在境内劫持小女，意图谋害。岂有此理！太后娘娘千秋宴上，皇城禁地。公公请看，这是柳寒烟买通内侍，毁坏功臣之女名声的铁证。好一个教坊女师！求太后娘娘为侯府做主。识朝廷俸禄，不思教导贵女，竟敢在宫位搅弄风云！来人，在！传太后懿旨，柳氏心思歹毒，秽乱宫闱，即刻赐夺女师福至，除去一切头衔，与这狗奴才一并打入大司度监牢，严刑伺候。不，姑姑饶命，侯爷饶命啊！侯夫人息怒，刚才是咱们瞎了眼。是啊，多亏芝堂姑娘聪慧果短，护住妹妹，姐妹情深，真叫人羡慕。启禀公公，寿宴那边催得急，马上该明珠姑娘登台献舞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姐姐，我能去，我绝不能让那些坏人的奸计得逞。去吧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我侯府的女儿是如何在风雨中绽放光芒的。侯爷、夫人，先入殿吧，太后娘娘自会给侯府一个公道。好一曲惊鸿舞。臣女沈明珠祝太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这手腕上怎么有红痕？回太后，臣女方才在长廊不慎跌了一跤，多亏长姐拼死护护，这才没误了献舞。好孩子，受了惊还能跳得这般绝妙，当重赏。赐玉如意一对，蜀锦10匹。谢太后恩典。沈大小姐，方才是我们眼瞎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您拼死护着妹妹的这番情谊，真是我等名门闺秀的楷模啊！诸位夫人言重了，我侯府家教森严，姐妹同心。若今后再听到什么不干不净的挑拨之词，便休怪我不顾世间情面。这一局我赢得干干净净，明珠的名节和我前世背过的恶名都该还回来了。柳寒烟只是教坊女师，哪来1000两银票？她毁明珠，背后必有人指使。前世没人深究，这一世我绝不让那条毒蛇逍遥。小姐，
爹，夜深了，喝口茶歇歇吧。你觉得此事背后是谁在捣鬼？柳寒烟不过是个拿钱办事的替死鬼，要想知道幕后真凶，女儿必须亲自去大司头牢房见他一面。带着这块令牌去，若他不开口，便让牢头动大刑。沈之堂，是你，都是你害了我！柳寒烟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冲我狂吠？你以为咬死不说，背后之人就会来救你吗？在他们眼里，你现在就是一枚弃子，说不定明天的饭菜里就会多出一味穿肠毒药。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。不是，是侯府二房的周夫人，是她身边的王管事拿了1000两金票找的我。画押吧，你若老实画押，我便向父亲求情，给你一个结果。二房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娘，先把药喝了吧。太医说您这是忧思过度，需要静养。之堂，昨夜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拼死拦着，我的明珠就……娘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只要娘和妹妹平平安安，女儿便知足了。明珠，你陪着娘，若有不妥，立刻让人去书房寻我。姐姐放心，我会守着娘。拿到供状了。爹，供状在此。柳寒烟亲口承认，是二神母身边的王管事拿了1000两金票买通了他。好一个弟媳，好一个二房，竟把手伸到了自家亲侄女的身上。志堂，你怪过爹娘吗？这些年你并非亲生，族里闲话不断，爹娘虽护你，也让你受了委屈。女儿是爹娘养大的，这条命都是侯府的，怎会埋怨？好，不愧是我沈承安教出来的女儿。你虽非我亲生，骨子里却有沈家不屈的血。昨夜临危不乱，比许多男子强100倍。你母亲病倒，需要静养，拿着她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永宁侯府名正言顺的当家人。前世到死都未触碰到的权利，如今真真切切到了我手里。去查个底朝天，就算把这侯府掀翻，爹也给你撑腰。女儿遵命。二房的，你们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。传侯爷口谕，即刻起封死侯府前后4面大门，连角门和狗洞都不许放过。没有本小姐的准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出半步，违令者就地处决。大房这是要造反吗？我是侯府的二夫人，谁敢拦我出去？二神母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般火急火燎的。沈之堂，你这个没规矩的，长辈要出门，你也有资格来管。我娘家母亲今日不爽利，我要回去市集，还不快给我让开！二神母的孝心真是令人感动。不过，太医院的赵太医此刻正在前厅给母亲看诊。若周老夫人真的病了，不如我派人拿侯府的帖子，请赵太医去周家走一趟。大小姐，抓到了！此人鬼鬼祟祟想翻墙逃走，被咱们逮个正着，还从包袱里搜出200两金条。王管事，这光天化日的带着这许多金子，是要去哪儿发财啊？大小姐饶命啊！小的是家里老母病重，急着回家探病啊。那你不如解释解释，为何教坊女师柳寒烟会指认你拿了1000两金票买通她，意图在太后寿宴上毁我侯府嫡女的名节？好你个狗奴才，竟敢背着我在外头干出这等丧尽天良的勾当！你这是要害死咱们二房啊！来人，还不快把这刁奴乱棍打死，给我大房直接出气！谁敢动
神母急什么？这刁奴胆敢谋害主子，自然是要按家法处置。来人，请家法。住手！沈之堂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外来人也敢在二房的院子里作威作福？大哥，这就是你教养的好女儿。二叔父此言差矣。长姐手持父亲的当家队伍，代表的是永宁侯府的规矩。怎么，二叔父是要蔑视父亲的威严，包庇谋害亲侄女的罪人吗？既然二叔不说话，那便开始吧。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肯说实话为止。别打了，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是二夫人指使我干的。二夫人说，只要毁了明珠小姐的名节，大房就再无指望，到时候爵位和家产就都是二房的了。贱妇，你竟敢瞒着我干出这等毒妇行径！侯爷，大哥，都是这毒妇背着我干的。我沈承德对天发誓，对明珠可是视如己出啊！大哥若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写休书，将这毒妇赶回周家。沈承德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懦夫！当初若不是你眼红大哥的爵位，日日在我耳边抱怨，我怎会想到去毁明珠？现在事情败露，你想把老娘推出去顶罪？做梦！要死大家一起死！前世他们联手将我踩入泥潭，如今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够了！你治家不严，纵容毒妇谋害亲侄女，从今日起，革去你在侯府的一切管事差事。至于你，看在二房几个孩子的颜面上，我暂不休你，即刻拖去后山家庙剃发修行。没有我的手令，到死都不许踏出家庙半步。不，大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是你的亲弟弟啊！沈承恩、沈之堂，你们不得好死！都给我听好了，直堂手持侯府对牌，从今往后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谁敢对大小姐不敬，二房就是下场。谨遵侯爷、大小姐教诲。二房虽倒，眼线和外头商铺还在。接下来，我要让永宁侯府彻底干干净净。诸位，近日府绅生变，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。二房纵容毒妇，谋害嫡女，已被我剥夺管权，闭门思过。夫人需要敬仰。自今日起，侯府内院重亏，外头田庄铺子全部交由长女之堂打理。侯爷不可啊！之堂丫头虽是长女，却是未出阁的女儿家，更何况她到底非侯爷亲生，让一个养女掌管永宁侯府100年基业，传出去，岂不要京城权贵笑话我沈家无人？又是规矩，他们就是这样把我钉死在卑贱的位置上。笑话？谁敢笑话？太后寿宴上，是谁临危不乱，护住明珠清白？又是谁心思缜密，揪出内鬼？这等胆识谋略，你们家哪个亲生儿子比得上？芝堂是我的女儿，她长家便是替我长家，谁若对她不敬，便是对我这个侯府主母不敬。芝堂定不负父母重托。从今日起，侯府上下一切按规矩办事，若有偷奸耍滑、吃里扒外者，绝不轻饶。姐姐，这几笔银子明明同一日支出，数目却前后对不上。不是对不上，是有人故意做成阴阳账。这里写采买上等鲈鱼，后头却用烂鱼抵数，中间的银子都被吞了。前世流落市井，我在黑市钱庄见过比这更花的飞天账，想拿这点伎俩糊弄我，太小看人了。明日家宴，他们若肯安分，我便按规矩处置；若敢当中生事，就让全府看看谁才是真的不懂持家。慢一点。这是给人吃的吗？厨房的人是死了不成？这便是你长家的本事，竟让我们吃这些残羹冷炙。侯府家宴关乎体面，才3日就乱成这样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大小姐恕罪呀，并非老奴不尽心，实在是这2日采买的银子，迟迟拨不下的食材根本买不到啊。刘妈妈的意思是我克扣采买银子，才让厨房端出这些东西。老奴不敢，
老奴只是按账房拨下来的银子办事，实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哦，那就请刘妈妈告诉我，今日这顿家宴，厨房报上来的花销是多少？回大小姐，这桌酒席按侯府的规矩，怎么也得60两纹银，可账房只拨了10两。刘妈妈，那你倒是向诸位长辈解释解释，极品燕窝1斤80两，新鲜鹿肉30斤20两。这半个月来，厨房报上的采买银子足有500两之多，这些好东西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那都是损耗。损耗？我看是损到了你的私房里吧。来人，把今日去菜市的采买伙计，还有二门上的门缝，全给我押上来。是。大小姐饶命，都是刘妈指使的。说，厨房的那些好食材都去哪儿了？他把府里买来的上好食材，一转手就低价卖给了后街的酒楼，再用次品来糊弄府里，差价全进了他的腰包啊！小的作证，刘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让人从角门运东西出去，还塞了银子让小的闭嘴。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，更是故意在长辈面前生事，企图败坏本小姐的名声。按照沈氏家法，贪墨主家财物超过50两，立刻家法处置。大小姐饶命，老奴一时糊涂，再也不敢了，求大小姐开恩啊！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死罪可免。来人，把他连同这几个同谋的刁奴一起发卖给最下等的人牙子，这辈子都在苦窑里做苦工吧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侯府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，谁再敢有二心，下场只会比他更惨。昨日之事，想必大家都已清楚。刘婆子欺上瞒下，已被发卖。厨房和采买上的肥缺，如今空了下来。李大娘，我记得你来侯府当差有10年了吧？平日里干活最是勤勉，从不参与那些蝇营狗苟的烂事。回大小姐的话，老奴愚笨，只会烧火劈柴，绝不敢有二心啊！不敢有二心，便是侯府最看重的忠心。从今日起，厨房大管事的位子便由你来做，月钱翻倍，另赏现银20两。大小姐，老奴一定尽心，一定不负大小姐。只要你们踏实当差，不贪不占，尽心为主，这侯府的赏赐绝不会短了你们任何一个人的。但若是谁敢越雷池一步，这新规矩也得给我刻在骨子里。凡举发贪墨者，赏银10两；凡克扣下层月钱，以次充好者，一经查实，立刻发卖苦窑，绝不姑息。谨遵大小姐新规。内宅人心已定，接下来该查外头那些年年暴亏的铺子了。姐姐是疑心二房还在外头留了人，不是疑心，是他们已经把侯府当成了吸血的无底洞。父亲母亲的家业，我绝不许他们啃食殆尽。这么多好东西，竟只锁在这里吃灰。该生金生银的东西放到蛀虫手里，只会白白损耗。今日起都要重新算。姐姐，你看这个，这块沉水香气味波杂刺鼻，掺了大量劣质松柏木粉，若拿去铺子里卖，非得砸了咱们侯府100年的招牌。明珠，你懂分辨香料，女儿家闺中无事，就爱捣弄胭脂水粉，古籍医书看多了，鼻子也比旁人灵些。还有这些料子虽好，花样却老旧刻板，京中贵女早看不上了。明珠，姐姐交给你一个极重要的差事，库里的香料和布匹随你挑，我要你调出京城独一份的新奇香，画出最时兴、最夺人眼球的衣裙图纸。真的吗，姐姐？我真的可以做这些抛头露面的事吗？当然可以，不仅要做，咱们姐妹还要把二房那些黑心肝贪走的钱，成百上千倍的赚回。假得如此离谱，外头那些黑心掌柜，真以为深闺大小姐好糊弄。云章阁亏得最狠，天香楼也跟着暴亏。今日就从吴掌柜这笔账查起。嘿呦，原来是大小姐大驾光临啊，真是稀客。这铺子里人多眼杂，灰尘大，别脏了大小姐名贵的绣鞋。您若是有何吩咐，派个下人来传个话便是了，何须亲自跑一趟？吴掌柜真是好生悠闲。
这日子过得比我父亲还要舒坦。只是不知吴掌柜喝着这10两银子1两的极品雨前龙井时，有没有想过云裳阁这个月又向上投报了300两的巨额亏空？大小姐有所不知啊，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如今京城生意实在难做，前阵子烟雨连绵，老旧库房漏水受潮，毁了好几匹上等江南云锦，加上亏空也是天灾人祸在所难免的呀。账上写着上月进购云锦20匹，单价50两，受潮损毁10匹，所以亏空500两，是也不是？正是如此。这天灾，老奴也拦不住啊！好一个天灾拦不住！我来之前已经派人去城南各大布庄打听清楚，上个月江南丝绸大丰收，云锦进价早跌到30两一匹。你不仅虚报进价，贪墨巨额差价，还将这10匹所谓损坏云锦转手高价卖给隔壁黑市。吴掌柜，账本我看得懂，市价我查得清。接下来你最好想清楚，是自己交代，还是让我把你藏的银子一箱箱担出来？大小姐，这是血口喷人！凡事都讲究个真凭实据，您空口白牙的诬陷老奴，老奴绝不服气。好一个绝不服气！你要真凭实据是吧？把人带上来，让他死个明白。大小姐饶命，小人不敢隐瞒，小人句句属实啊！就是他，昨日夜里他偷偷拉了10匹上好的江南云锦到小人店里，以每匹40两的价格全卖给了小人啊！他当时还说这是侯府受潮不要的废料，小人这才敢收的呀！这等恶奴竟敢偷卖主家的财物，永宁侯府待下人不保，他这简直是狼心狗肺呀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这女人是个冒牌货，快把她给我赶出去！出了事我担着。放肆！我手持永宁侯府当家对牌，谁敢动我一下，便是形同谋逆。给我把这欺主犯上的狗奴才拿下！大小姐饶命！老奴猪油蒙了心，再也不敢了。立刻拿侯府名帖，将这欺主贪墨的贼奴押送京兆府，告诉京兆尹大人，该流放便流放，绝不可轻饶。遵命。大小姐饶命，小人愿将贪墨的银两全部退还侯府。念你主动交出真账，我便饶你一命，把贪墨的银子一文不少吐出来，然后滚出京城，这辈子都不许再踏足侯府产业半步。从今日起，云帐阁与天香楼闭门歇业3日，重新整顿。愿意留下踏实做事的，月钱涨2成；若还想着偷奸耍滑、吃里扒外，现在就给我滚蛋！小的愿留下踏实做事，效忠大小姐。小的也愿意，再不敢有二心。大小姐，贪墨银票共3000两，皆已收缴。带回侯府入账，铺子收回来了。接下来便该让他们真正替侯府生财。这几日封铺查账，必会触动族中救人的利益，风暴要来了。大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族里的几位太爷和长老都在议事正厅候着呢，脸色难看得很。侯爷让您立刻过去一趟。平日侯府亏损，他们装聋作哑，如今我刚收回铺子，倒急着出来摆长辈的谱。沈之堂，你还不跪下？敢问三太爷，之堂犯了何罪，需要行此大礼？你还有脸问？你一个未出阁的侯府千金，竟带着兵丁去街市抛头露面，还当街抓捕掌柜，大闹商铺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身归女子理应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你这般做派，伤风败俗，丢尽永宁侯府100年清誉。你二叔父虽犯了错，可铺子到底还是沈家的男人在管，你越不带袍，成何体统？几位族老说完了吗？既然诸位长辈大谈规矩体面，那支堂倒要请教请教。当二房纵容恶奴每年贪墨侯府数万两白银中饱私盗时，你们的规矩在哪里？当云心阁连续3年巨额亏损，掌柜偷卖侯府资产，败坏门风时，你们的体面又在哪里？你放肆！放肆！三太爷，您口口声声说我抛头露面丢了侯府的脸面，那不如看看这沓银票。今日我从天香楼那个黑心掌柜嘴里应声撬出了3000两现银。敢问各位族老，若为了所谓深闺点面，任由恶奴掏空侯府年基业，那才叫真丢祖宗的脸面。芝堂丫头，你就算追回了些银两，商铺终究不是女子能打理。你懂进货出货，懂市价行情，让你胡乱折腾，铺子迟早关门大。长姐不懂，难道四长老就懂吗？领长辈议事，你来掺和什么？长姐是为了咱们侯府在外奔波，我身为沈家嫡女，怎能袖手旁观？这怎么可能？云商阁、天香楼这1个月上缴的纯利，竟足足有8000两白银。从前二房管着时，这2家铺子年年亏空，还要宫中倒贴，1个月8000两。若是年年如此，族中年利也能宽裕许多。如何？诸位对芝堂的手段可还有异议？侯爷说笑了，芝堂丫头确实有几分经商的奇才。既然诸位都认账，那云商阁和天香楼往后的规矩，也请诸位一并认下。侯府的银子从今往后只进公账，不进私囊。
请请柬上的贵客都到了，只是不少人说是看侯府面子才来。姐姐，今日若他们仍待前见，云商阁和天香楼的名声便难打开。成见不怕，怕的是没有让他们改口的本事。明珠，纱幔一开，京城就会记住今日。天哪，这裙子的样式也太别致了，那是云锦吧？竟能做得如此轻薄透气，穿在身上定是极其舒服的。这又是何种熏香？竟比内务府供奉的玉香还要好闻几分。回夫人的话，此香名为桃花雪。天香楼以极品沉水香融初春第一场雪水与昆仑雪莲，耗时整整1月调成。此香意味清幽，配在身上还能凝神静气，驱除蚊虫。这桃花雪还有多少？我要订10盒。那套海棠红的襦裙，给我留1套，银子不是问题。沈大小姐，今日这春日雅会倒不像开铺，更像给京中女眷开了眼界。夫人谬赞，云商阁作揖，天香楼制香，求的就是让诸位用得舒心，也用得体面。姐姐，我们做到了。今日只是第一步，明日起京城商界该知道，侯府姐妹不是靠救名声吃饭。大小姐，衣裙和桃花雪都被订空了，后头还有人要加单。物以稀为贵，规矩立住了，银子才会自己排着队进来。大小姐，楼下来了几位贵客，说想求购1盒桃花雪，连预定银子都带来了。按规矩办就是，让他们排队去。可是大小姐，那几位是左相府的千金，还有几位是前阵子在太后寿宴上跟您拌过嘴的夫人小姐。真是冤家路窄，走下去看看。双倍银子还不够，本小姐只要1盒桃花雪，今日就拿。赵小姐，小店有规矩，需凭木牌排队，下月取货。我当是谁这么财大气粗，原来是赵小姐。怎么，相府千金也买不到我这小铺子里的东西了？沈之堂，那日宫宴之事是我们误会了你，今日我们带足银子来买香，你开门做生意，总不能把客人往外赶吧？赵小姐既知道我是开门做生意，就该懂云商阁的规矩。想要桃花雪可以，出门右转到队伍最后面排着去，拿到木牌，下个月再来拿货。沈之堂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？那日你们众口铄金，意图用流言逼死我妹妹时，可曾想过欺人太甚？我们也是听旁人说的。买就排队，不买就滚。来人，送客。昨日你对我爱搭不理，今日我让你高攀不起。启禀侯爷，大小姐，今年下半年，侯府名下所有商铺卷除本钱损耗，共计结余纯利30万两白银。30万两，只半年的利，竟抵得上1周赋税。好，知堂，你果然没让为父失望。这都是仰仗父亲的威名以及明珠妹妹的巧思，知堂不过是代为打理罢了。姐姐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是你应得的分红，这些银票你贴身收好，绝不能让旁人知晓。无论将来你嫁与何人，这10万两白银就是你安身立命的底气。我才不嫁人，我要一辈子跟着姐姐，给姐姐调香。如今京城谁不以穿永宁侯府的衣香为荣？见了沈大姑娘，可得恭敬些，那是侯府真正掌事的人。大房鼎盛，财富自由，京城地位已坚如磐石。可树大招风，烈火烹油，这泼天富贵也会把阴暗角落里的毒蛇引出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3载1届之皇家祭天大典将至。念永宁侯府天香楼所制香料清雅端正，堪称一绝。特钦点永宁侯府承办此次祭典之御用百宝香，钦此。臣沈承安叩谢皇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侯爷好福气，沈大姑娘、明珠姑娘，太后娘娘可是对你们天香楼的香赞不绝口。百宝香事关国际，二位可千万记请公公回禀太后，臣女定当肝脑涂地，绝不辱命。明珠必与姐姐同心，守住侯府荣光。凭什么大房风光无限，日进斗金，我却要在这破落院子里熬日子？我王丫头掌家不出3月就会败光侯府，老
要是大哥还得求我回去主持大局，可他竟赚了30万两，如今还接了皇家祭典。不，我绝不能让他们顺心如意。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，那就大家一起死。欺君之罪，我看大房怎么担待得起。谁？买东西违禁的，能让永宁侯府万劫不复的东西。姐姐，半个月总算没白熬，后日内务府查验，咱们便能交差了。越到最后越不能松，封条、押运人、库钥都再核一遍。皇家祭祀罪忌污秽禁药，若有人在玉箱里动手脚，大房便是死罪。备灯笼，去后院香料库，悄悄叫明珠来。姐姐，怎么了？这么晚还来查验？打开它，仔细闻。姐姐，这香里不对劲，一味之下掺了极重的麝香，还是提传过的烈性麝香。怎么办？我们立刻禀告父亲，把这批香销毁吗？不，二叔叔费这么大心先送礼，若就这么销毁，岂不辜负？立刻叫我们的心腹死士来，今夜偷梁换柱，请君入瓮。姐姐，你要怎么做？既然二叔父想用麝香给咱们定个欺君死罪，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立刻带人去咱们司库调同样重量的极品百宝香来，记住，神不知鬼不觉。那这批掺了毒的香料呢？自然送到他该去的地方。二叔父暗中盘下的聚宝鹰，今夜就收下这批好东西。二爷放心，事情办得妥妥的，大房这次死定了。大小姐，李三亲口向二爷保证，毒香之事已成，还说大房这次死定了。鱼儿已经彻底咬钩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明日交接大典，二叔父必会等着看我们万劫不复。那我便送他一场终生难忘的黄粱大梦。侯爷，快请起。太后与皇上对这次祭天大典极为看重，咱家奉旨查验并交接百宝箱，还请侯爷行个方便，早些走完过程。公公说的是，理当查验。100箱玉香已在庭院中备好，请公公和太医令查验。慢着，公公明鉴，臣沈承德今日要大义灭亲，揭发永宁侯府大房一桩欺君大罪。老二，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等场合，岂容你放肆？大哥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包庇你的好女儿吗？公公，这沈之堂不过是个养女，她为贪图暴利，竟在祭天御用的百宝箱中以次充好，甚至掺入激烈香料和禁药。若将此等污秽之物送去祭天，那便是亵渎神明，诅咒皇家呀！跳吧，你跳得越高，等会儿摔得便越粉身碎骨。沈承德，你可知污蔑朝廷命官，阻挠皇家贡品交接，该当何罪？大哥，我虽被你革去了差事，但我沈承德的心始终向着大燕江山社稷。公公若是不信，大可立刻开箱验香，只要太医令一查，便知这香料里有没有掺违禁麝香。侯爷，兹事体大，既然有人实名告发，咱家也只能公事公办。太医令，开箱验香。妙，实在是妙啊！启禀公公，下官以性命担保，这5箱百宝箱中绝无半点麝香，且配比精妙，沉香白檀皆是极品。此等手艺，内务府老师傅恐怕也望尘莫及。这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会没有麝香？明明是李三亲手放进去的，怎么会没有？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将这咆哮公堂、意图构陷忠良的疯子拿下！哎呦！
二叔叔，你是在找那些掺了麝香的毒药吗？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将它们全都送进了你的聚宝斋里了。你这个毒妇！混账东西，在咱家面前还敢如此猖狂！侯爷，沈承德口中的李三是谁？那聚宝斋又是怎么回事？此事牵涉皇家贡品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回公公，李三是侯府车马房老把式，至于聚宝斋，恐怕是我这二弟在外私制的产业。启禀公公，臣女有下情回禀。半月来，臣女与明珠日夜赶制玉香，不敢懈怠。前2夜巡库，臣女发现有人靠近香料箱，探查后才知李三被二叔父重金收买，欲在玉香中掺围巾麝香，构陷大房欺君。为抓贼拿赃，臣女将计就计，把被动过手脚的毒香悄悄运进二叔父名下聚宝斋私库。好一个将计就计！来人，兵分2路，一路去车马房拿李三，一路随咱家去聚宝斋搜。小的招！是二爷给了重金，让小的趁夜往玉香里掺麝香，小的只是拿钱办事啊！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启禀公公，在聚宝斋地窖搜出5箱掺有大量烈性麝香的废香料，掌柜伙计皆已拿下，对二爷指使供认不讳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沈承德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永宁侯沈承德心如蛇蝎，胆大包天，竟敢在皇家祭典玉香中下毒，意图构陷忠良，亵渎神明，此等欺君大罪，十恶不赦！来人，将沈承德押入死牢，交由3法司会诊，其名下产业即刻查封抄没。遵命。大哥救我啊！我是你嫡亲的弟弟，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，你替我向皇上求求情吧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你为了夺爵，下令在明珠的玉香中掺毒时，可曾想过我是你嫡亲的大哥？从今往后，你我兄弟恩断义绝，便是千刀万剐，也是罪有应得。侯爷教女有方，沈大姑娘聪慧过人，更有赤胆忠心。若非大姑娘未雨绸缪，今日这弥天大祸，只怕谁也担待不起。公公谬赞了，护卫皇家贡品乃臣等本分。这玉香纯正无比，太后娘娘定会欢喜。咱家回宫复命，将大姑娘的护驾之功如实禀明圣上。侯爷就等着接赏吧。前世我就是在这里被二房和族人指着鼻子辱骂，像野狗一样赶出家门，而今生我护住了妹妹，保住了家族，也亲手把那些算计我的人送进地狱。神师先祖在上，不孝子孙沈承德丧心病狂，意图用毒香构陷大房，即令我永宁侯府100年基业毁于一旦。今日我沈承安以族长之名请出族谱，自今日起将沈承德一脉彻底革除出永宁侯府宗籍，声波沈姓，死不入祖坟。侯爷饶命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拖出去，逐出京城，永远不许踏入京畿半步。志堂，若非你步步为营，洞察先机，咱们这一大家子今日恐怕就要在这祖宗牌位前抹脖子了。爹，谢谢你。爹，您折煞女儿了。女儿这条命是侯府给的，护卫家人，死而后用。从今往后，大房内外诸事，你皆可过问。谁敢轻慢大小姐，便是轻慢永宁侯府。姐姐，我们一起守住侯府。侯爷，老朽有愧呀！老朽活了大半辈子，竟被猪油蒙了心。险些听信二房挑拨，误会了芝堂这等深敏感大义的好孩子。是啊，侯爷，
若非枝桃丫头力挽狂澜，咱们沈家今日便绝后了。枝桃丫头不仅会赚钱，更是咱们全族的救命恩人呐！三叔莫要如此，枝桃是我的女儿，为家族分忧是她的本分。来人，取笔墨来。枝桃丫头，过去是老府们迂夫，总拿血脉说事。今日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老府提议改族谱，请大小姐在自己名字旁边亲手加上尊号。从今往后，你沈之堂便是我永宁侯府名正言顺载入史册的嫡长女。谁若再敢拿你的身世嚼舌根，老府第一个用拐杖敲碎他的脑袋。之堂，谢列祖列宗，谢父亲，谢诸位族老。拜见嫡长女，拜见嫡长女。今日之后，枝堂之名入我沈家族，地位等同嫡长。府中上下若有违逆，按家法论处。宗族上下谨遵侯爷令，谨遵嫡长女令。从今日起，沈氏宗族与侯府内外，我都会替父亲守住，该清的账也一笔。皇家祭典献香有功，皇上赏赐，太后又亲赐步摇。明珠姑娘这几锦礼，当真是京城头一份体面。更难得的是沈大小姐操持的周全，大房姐妹同心。外头那些流言，如今也该散了。明珠姑娘真不愧是京城第一美人，这等气度，谁能比得上？是啊，你看沈大小姐把这吉禧礼操办得多风光。礼成，恭贺明珠姑娘芳龄及翕，岁岁喜乐。这第一杯茶，我要敬给长姐。若无长姐数次拼死相护，便无今日站在这里的明珠。长姐如母，恩重如山。姐姐，请喝茶。好妹妹，快起来。爹，出什么事了？外面风雪这么大，您怎么不在衙门里歇着？出大事了！北疆传来800里加急军报，100年不遇的大雪灾，大雪封山，道路断绝。可是北疆的守军缺了补进。何止是缺补给，国库因前2年旱灾空虚，冬衣还没送到，粮草也只够半月。朝廷难道就没有应对之策吗？皇上近日在朝堂上大发雷霆，已下旨号召百官富商捐款捐物。可是那些黑心商贾见雪灾严重，非但不捐，反而囤积居奇，把棉花和粮食的价格翻了5倍。是啊，户部尚书急得在金轮殿上撞了柱子，依然筹不齐这10万件冬衣。10万将士是10万个家的顶梁柱，若边关失守，京城眼下的安宁也会顷刻成灰。爹，国难当头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我们大房绝不能坐视不理。女儿决定动用云商阁和天香楼所有盈余现银，接下这10万将士的寒衣。知堂，此事一出，侯府库银恐怕要空大半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银子没了还能再赚，边关若失，侯府再富，也不过是乱世里一座空宅。爹，我也愿把名下手下银条都拿出来。姐姐要赴边关，我陪姐姐一起。好，永宁侯府上下随你调度。今夜开府点银，让秀子房掌柜入府。什么？动用所有的现银？知堂，你可知道10万件冬衣和粮草需要多少银子？起码30万两白银，那可是你和明珠大半年没日没夜攒下的基业。爹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若边关将士冻死饿死，外敌踏破京城，咱们守着金山移山还能活命吗？银子没了，我和姐姐还能再赚。
可大燕江山没了，侯府百年基业也只能给敌人做嫁衣。好，我沈承安一生戎马，到老竟不如两个女儿通透。这10万将士的命，侯府保了。来人，拿我的对牌，立刻去各大钱庄提现银，传令云章阁、天香楼所有掌柜伙计放下手头生意，翻遍京城和周边布庄棉铺，有御寒之物统统买下，不许还价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是。棉花、布匹、药材，全按市价2倍结清。今日能装车的，今日就走。大小姐，这一批收完，侯府现银可就见底了。见底也收，边关等不得。30万两买这破铜烂铁，这是要掏空侯府啊！我看他想趁火打劫，自己囤货，等价格再涨10倍。装车。是。传令下去，在京城招募所有会女红的缝人，无论城南寡妇还是城北农妇，只要能缝棉衣，侯府包吃包住，1日1钱银子。我要在10日内赶制出10万件过冬寒衣。1日1钱，还包吃住。大小姐，这是给咱们活路，也是给边关将士活路啊！我会缝，我家男子也在边关，这衣服我来做。姐姐，10万件，我们一起赶出来。大小姐，您歇会儿吧，您的手都流血了。我这点血算什么？边关将士流的可是保家卫国的热血，快缝，多赶制1件，就能多救一个大好男子的命。启禀大小姐，物资全部清点完毕，棉衣10万件，伤药成箱，肉干粮草10万斤。知堂带边关10万将士，谢过诸位。爹，出征吧！开中门，出发！永宁侯府大义啊！活菩萨降世啊！好！沈家有女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乃我大燕之福。北疆大捷，守军借寒衣粮草稳住军心，雪夜反攻，逐敌关外800里。永宁侯府救了北疆，也救了大燕。这一仗终于赢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承安护国有功，进一等世袭镇国公。沈之堂筹寒衣粮草，功在社稷，拟封正3品长按女官，另择皇室家婿赐婚。臣女沈之堂叩谢皇恩，然臣女志不在朝堂，亦不愿以姻亲攀附权贵。臣女只有一愿，恳请皇上恩准。哦，你且说来听听。臣女愿倾尽侯府商铺未来所有盈利，在京郊及各州府广办女学，请皇上颁布新律，允许穷苦女子孤女入局读书识字，学习纺织、制香、算账等营生之艺，使她们能自食其力，不再受拐卖陷害之苦。好一个国士无双，朕准了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先生，我今日会算3笔账了。看的是又姐姐，今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快尝尝。明珠，如今你是这里最受敬仰的调香夫子了。那也是姐姐给了他们，也给了我新的路。以后我们一起守着这座女学。重活一世，我才明白，上天给我的意义，不只是护有所爱之人，更是劈开一道裂缝，让壮照进来。梦醒了，大雁海晏和亲，岁月静好，而我们都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。